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本频道。如果我告诉你有一群海外华人明明已经不工作了，却每个月依然有钱自动进入账户，他们没有中彩票，没有卖公司，也不是富二代，但他们却可以在葡萄牙喝咖啡，在泰国晒太阳，在墨西哥海边散步，甚至一边旅居世界，一边持续收到现金流。听起来像广告，但事实上这正是越来越多海外华人早退族正在实践的生活方式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来聊聊海外华人早退族对被动收入和股息贵族的真实认知。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放弃单纯存钱？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追求现金流而不是资产数字？以及那些真正实现财务自由的人，到底是如何从996走向自由人生的？看到最后，你会发现财富自由的核心可能根本不是拥有多少钱，而是拥有多少源源不断的现金流。第一部分先给大家讲一个老王的故事。老王55岁，加拿大华人，年轻时开过餐馆，做过装修，后来又经营小生意，典型的第一代移民。20多年下来，终于攒下100多万加币资产，房贷也还清了。按理说应该轻松了，但奇怪的是，老王越来越焦虑，因为他发现，如果退休以后只靠存款生活，每花1块钱，资产就少1块钱，每天都在担心钱会不会花完，市场会不会崩盘，未来医疗费用怎么办，活到90岁怎么办？于是退休变成了一件可怕的事情。第二部分，真正让老王改变的认知。后来一次偶然机会，老王认识了一位已经退休10年的朋友。朋友说了一句话，彻底改变了他的思维。他说，不要只看你有多少钱，要看这些钱每年能给你赚多少钱。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却让很多海外华人瞬间开窍。因为过去几十年，大家习惯关注资产，房子值多少钱，账户有多少钱，净资产多少。但真正决定退休安全感的其实是现金流。举个简单例子，100万资产如果完全不产生收入，迟早会花完。但如果100万资产每年稳定产生4万到5万收入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这就是被动收入的核心逻辑。第三部分，什么是股息贵族？很多海外华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都会觉得很神秘，其实一点都不复杂。所谓股息贵族，简单来说就是连续几十年增加股息的公司。注意，不是连续发股息，而是连续增长股息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无论经济繁荣还是衰退，依然持续提高派息。为什么很多退休人士喜欢？因为退休最怕的不是市场波动，而是现金流中断。如果一家公司能够几十年持续增加派息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它拥有非常强的商业模式以及稳定的现金流能力。很多海外华人开始研究这类资产，并不是为了暴富，而是为了稳定。第四部分，早退族真正追求的是什么？很多人以为早退族最想要的是财富自由，其实不完全正确。他们真正追求的是时间自由、地点自由、生活自由。因为你会发现，人生最宝贵的资源从来不是钱，而是时间。很多海外华人到了50岁以后，开始产生同一个想法：如果继续工作，未来10年可能还能多赚几十万，但失去的却是身体最好的10年。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，能不能让资产代替自己工作？这也是被动收入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。第五部分，为什么全球旅居养老与被动收入特别匹配？这里就要讲到很多海外华人最关心的话题：全球旅居养老。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退休后去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墨西哥？原因非常简单，地理套利。同样一笔股息收入，在不同国家购买力完全不同。例如，每年5万加币现金流，在温哥华或者多伦多可能只是普通退休生活，但在泰国清迈、马来西亚槟城、墨西哥湖区，生活品质可能提升一大截。于是很多早退族发现，与其拼命增加收入，不如优化生活成本。
这就是地理套利最核心的逻辑。第6部分，财富自由背后的真相。很多人把财富自由理解错了，他们以为财富自由等于豪宅，等于跑车，等于上千万资产。但越来越多海外华人早退以后发现，真正的财富自由其实非常朴素，每天自然醒，不用赶地铁，不用应付老板，不用被 KPI 追着跑，上午散步，下午喝咖啡，晚上和另一半看日落。这种生活未必需要几千万，但需要稳定现金流，需要低压力生活，需要健康身体，更需要正确的财富认知。第7部分，退休后最重要的资产。很多人以为是股票，有人以为是房子，有人以为是养老金，但真正早退以后，绝大多数人都会得出同一个答案：健康。因为如果身体不好，再多被动收入也无法真正享受生活。所以越来越多成功早退族开始把重点放在运动、饮食、睡眠、阳光、减压环境，因为他们终于发现，财富自由只是工具，健康自由才是最终目标。很多海外华人年轻时一直相信一个公式：努力工作=更多收入。但越来越多早退族发现，人生下半场真正重要的公式变成了优质资产 just 被动收入，健康身体 just 地理套利等于更自由的人生。所以未来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已经不是你存了多少钱，而是如果明天停止工作，你的资产还能不能继续为你赚钱？欢迎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。你觉得退休最重要的是存款、股息收入、房产收入，还是健康？如果你喜欢海外华人退休规划、全球旅居养老、财富自由、股息投资、被动收入、慢生活和早退策略相关内容，记得点赞订阅。我们下一期见。